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好好伺候老板啊！好。哎，分手了？别紧张。你们是不是女人啊？怎么那么有福利了？爸，是温柔的，我们也可以很温柔的哦。对不起啊，害你受伤。哦，没事了，只是一点皮外伤了。哦，不过刚才真的是很惊险啊！啊，还好我跑得快哦，要不然我的一世英名就毁在那几个女人的手里了。不过他们也真的太嚣张了，啊，租下整间主屋来公开卖淫，哎，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拉客，根本不把这里的法律放在眼里啊。我真的是没有猜错，那个女人啊，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人家。那个妹的脑袋一定是空的了。啊，明知道自己的朋友做一些不正当的勾当，还叫中医介绍房子给他了。也许妹不知道，她那么疼宝贝，没有理由会害她。我那个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了？你忘了我偷听到他们说的悄悄话了。也许她没有考虑那么多呢。万一被有关当局发现那中医会有数吗？根据条例，如果宝贝不知道，她是不需要负上任何法律责任。那就好。啊，那房东呢？房东肯定会不满，他会怪宝贝没有事先调查好租客的背景，也可能他会去 CEA 投诉，也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散播出去。啊，那不是会影响中医的生意了？肯定会的。那你要快点想办法解决咯，免得夜长梦多了。Are you sure？秀梅安迪这么老了，还有顾客要咩？他是老鸨，又不是他卖身，他只要很会招生意就行了。哦 ，I see。我还以为那些安哥的口味那么重啊。你可以认真一点嘛，这件事情可大可小，你要快点想办法让那个女人搬走。可是你要我怎么跟她说？说不定是安哥王跟你开玩笑的嘞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安哥王很喜欢开玩笑的吗？你以为安哥汪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啊？他还被那些女人搞到受伤。怎样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？我早就叫你不要接这种生意，你偏不听。现在你知道害怕了。我是担心秀兰弟这么坏，万一他骗妈去做坏事情怎么办？我给你气死啊！你以为你妈不知道秀梅卖淫啊？我妈怎么会知道？我妈不可能介绍这种不正经的客户给我的。总之以后你妈再介绍客户给你，你一定要把对方的背景查清楚。知道啦，我会小心的。妈咪，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我会想办法尽快叫秀梅兰弟搬出去的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有办法的啦。3天后啊，他再不搬的话呢，我就要亲自出马。OK。Wonderful。哎，Prof 来，这么巧啊，又是你。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这是你的家？是啊，我也住附近，刚好经过，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啊。哎，既然都来到这里，我能不能进去你家看一看啊？5分钟，5分钟就够了。大家都说你的人很好，不可能拒绝一个学生的小小要求吧？好吧，来啊，谢谢啊。
这个距离好像有点问题哦。坐吧，我给你倒水。啊。不就是这样哦，有什么特别？要当什么教授？见鬼！不用说，肯定是靠关系得来的。来，喝茶。Prof Lai， 没想到你得过那么多奖啊！哎呀，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拿的。这几年呢，我当评审比较多，老了，不好意思跟年轻人竞争，免得落选啊，心灵会受伤的。你现在是在讽刺我吗？你太谦虚了，设计奖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。你那么年轻就拿到奖，证明你很有设计天分喽。运气好罢了。当然是运气好啊。Prof Lai 啊，哪一个奖项是你最骄傲的啊？这个是我15年前拿到的啊，是一个国际比赛。当时啊，有很多知名的设计师参加这个比赛，我很幸运拿到亚军。哇，世界级的比赛你都能拿到亚军啊，那证明你的实力是世界级的哦。可是哦，这个奖杯的质感好像配不上世界级的比赛，感觉有点廉价哦。哎呀，对我来说，这只是摆设品罢了。哎，什么名啊、利啊，都是虚名嘛。我啊，心里是不会在乎的。果然是教授啊，看得这么开。喝茶吧。装什么清高啊，伪君子！还是跟当年一样假。他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到底哪一点像教授啊？你现在搞这些小动作，有意义吗？意义重大。我现在是替天行道。既然法律惩罚不了像他这样被金钱埋没良知的东西，就让我来给他教训啊！宝贝，你不理解我的心情，我不怪你。毕竟你没有遭遇到像我这么惨痛的经历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反对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一次一定要搞到他焦头烂额。郝建，不是我们 order 错，是厂商在包装的时候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郝建，这种错误很少见的，幸好我们的设计师发现了。郝建。哎，放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在期限内完成的。郝建，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啊。OK。哎呀，郝建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丽敏，出去！别进来！出去！没事的啊，没事，你不要讲啊。不要碰我！丽敏，
么样啊？这对他来说，真是一个残酷的打击。为了怕我担心，还强颜欢笑，我看了都想哭。都怪我啦！早知道就不要管客户，乖乖守在他身边就好啦。这也不能怪你，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那到时怎么办啊？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不能接受自己变成那个样子的。到时再打算吧。现在最重要是别让他想太多，你有空多来陪他，别老是愁眉苦脸，以免影响他的心情。妈，你真的不知道秀梅安迪租房子来卖淫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哇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啊，他会利用你做坏事哎。不会啦，他是我在牢里最好的朋友，他不会害我的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啊？啊，是我妈咪跟我说的。秀梅安迪真是的，要做犯法的事就不应该找我吗？他应该是走投无路才会走回这条路的。我们这种坐过牢的人，要像正常人一样讨生活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也不能怪他。我应该快点想办法让他搬走，不要连累到房东。更糟糕的是啊，我可能又要被 CIA 调查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会有麻烦？又不关你的事。如果房东去 CIA complain 的话，我肯定中招的啊。妹，你竟然不够义气，出卖我！你说什么啊？警方刚才去我家，把我的小姐全部带回警察局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装了，知道我租房子卖淫的只有你一个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哦！当初是你自己装可怜，说你自己找不到房子住，所以我才请我儿子来帮你找合适的房子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帮了你，你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。就是啊，秀梅安迪，你怎么可以一口咬定就是我骂？说不定是小姐还是你的顾客自己报的警啊！他们报警找自己麻烦啊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不要以为你哭我就相信你啊！喂，你干嘛？很痛啊！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好了，我承认我是一早就知道了。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不想你们看不起我。秀梅是我在里面最好的朋友，每次我被欺负，她都会帮我出头的，所以我不可能这样没有义气，不帮回她，对吗？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宝贝，你怎样了？妈咪，我不是跟你说我没事了吗？为什么要赶下来？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说没事？哎呀，妈咪，我很 fit 的吗？被砸一下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没有想到秀梅安迪的力气那么大。不过幸好哦，他只是砸到我的手，没有砸到我的脸。要不然呢，我怎么用我英俊的脸去卖房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吗？妹，你明知道你朋友是做那种生意的，为什么还要介绍给钟毅？妈咪，妈已经很内疚了，你不要再怪他了啦。每次出事了才来内疚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被他连累的。钟毅是我儿子，我怎么可能连累他？要不是你去报警，秀梅她就不会误会我出卖她，钟毅就不会受伤啦。你不是说暂时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吗？你为什么去报警？我没有，不是我报警。你没有报警，那是谁报警？难道是安哥湾啊？不可能，我交代他了。不用说了，一定就是那个八卦公说出去的。就算他说出去又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把这种人介绍给钟毅的话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我这么做也只是想帮钟毅啊，我没有想到事情这么严重的。没想到，每次都用同样的借口。算了，我求你，以后你做任何事情之前，请先想清楚，不要每次帮倒忙。是啦，我是没有你这么厉害，可是我做什么都是为了钟毅啊。够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
哇，各位，我都这么可怜了，你还来捉弄我？可怜啊！你啊，竟然怀疑你妈咪和我去报警，啊，真的是啊！我帮你查过了啦，是邻居报的警啊。你冤枉我没关系啦，你竟然怀疑你妈咪你在讲什么了？这个你也不可以怪我吗？妈咪才刚刚跟我说，警察就去抓人了。亏你妈咪那么疼你她这次肯定伤心死了。这次真的是我的错了，你要骂就骂，要打就打啦。好了，看你这么可怜我就不怪你了啦。不过你也知道你妈咪的个性，好好去哄哄她啦，她肯定会原谅你的啦。问题是不知道要哄哪一个，我先哄这个，另外一个就会不高兴啊。那还不简单，两个一起哄啊！两个一起哄，好啦。怎么会哄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教我啦。我只会哄女人我不会哄妈妈啦。妈妈不是女人啊，讲了等于白讲嘛。自己想办法啦。我果然没看错，少了0.2米，你死定了！你鬼鬼祟祟在我家门口前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家门前空地的面积是违规的？根据规定，铁门到大门必须超过7.5米，少过7.5就是违规犯法。你这种斯文败类，总喜欢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我警告你，你敢再针对我，我就去有关当局举报你。这是我朋友帮我扩建房子，算错了距离。我已经找人拆过重建了。被抓了，当然是这么说啦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让你看重建的申请文件。还有。你为什么说我针对你？你还装傻哦！我念大学的时候，你故意飞我的 project。这些年我参加设计比赛，你当评审的就一次又一次的故意不让我得奖。你现在办事意啊？老实说，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？见鬼了！你以为假装不认识我就会没事哈？等着瞧。马立明 ，boss。丽明姐，好，老板。好。周毅。为什么你的房客会租房子卖淫？为什么你租给他之前没有查清楚他背景，才帮他找房子呢？啊！你是不是想把植垂家的招牌也搞砸了？咦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我每天都在面壁思过。还有，你看我的手。啊！肝都已经受伤了，你就不要再骂我了嘛。保佑，我今天接到 Miss Jo 的投诉电话，他说你把时间安排的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约了 Miss Jo 2点见面，可是早上的客户看房子看得太慢了，我赶不及。不过我事先已经通知他了。你当agent已经一段时间了，怎么不懂得编排时间呢？Miss Jo 是我们的老顾客，买卖房子呢是很爽快的。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临时更改时间，他这一次真的不高兴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会亲自跟他道歉的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安抚他了，也买了李兰送过去，将他赔罪。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怎么帮忙打理公司啊？丽明姐，你不要生气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注意的。马立明，其实保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还要兼顾你的客户，他已经很辛苦了，你还那么苛刻。是，我知道你生病，可是……嘴巴痒就抓一抓，不要乱讲话。
我知道，我看起来就很欠骂，没关系，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，我绝对不会顶嘴的。算了算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静一静，别跟着来。爱的浮夸，只是不想自己接上吧。懒得挣扎，往往都是怕付出代价。所以我说人啊，总是相爱相杀，然后怪命运。不假，说到底谁不是边爱边惊慌，边想边牵挂，眼神这旧伤疤都清楚，忧伤略带只是自我安慰的方法。可心啊，怎么能说放就放下，说忘就结疤，满世界忙着爱恨的落差。舔过伤疤，于是尽量用笑容分